OK, welcome. OK, Schecter USA Custom Shop 这句话有一点怪怪的，因为 Schecter USA 一定是 Custom Shop。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一步来讲讲 Schecter。就是 Schecter 这个牌子，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出生在1985年到1995年之间，然后高中期间有玩热映社的人，应该都会蛮有记忆点的一个品牌。那我相信你脑袋里面的记忆是一个长得红红的，然后纸板有贝壳镶嵌，然后云状枫木，然后 EMG 拾音器，要么 For the Rose， 要么就是无摇的。对，那个系列就是在2007年到2012左右卖的超夯的一个系列，叫做 Hellraiser， 我们的统称叫做地狱者。Hellraiser 这个系列，它当时用的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规格，然后整个撼动了市场。其实那个系列的诞生也跟Schecter 本身的历史也颇有关系。好，那宣传一下，我在我的网站 SN2.Taiwan 这边，我有写了一篇完整的Schecter 的历史，一直更新到了大约10年前的资料。因为后面这10年基本上好像不太会有人去这样子整理一个品牌的近代史了。对，那你们可以去看那一篇。那当然 SN2.Taiwan 这个网站，如果未来我时间允许的话，我也会把我的影片再用文章的方式再讲得更详细。就是文章里面会有我的影片，然后我会分段的在写我背后要表达的更多细节的东西。因为影片的这种方式真的没办法达到我想要表达的很多关于历史脉络或者是一些专业知识之类的。那就跟你们分享一下，可以去看看我这个网站，最近也真的是稍微整顿好了。那我们就开始讲一下历史。其实整个70年代的吉他产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状况。这个或许前面的影片我有提到，这个算是美国70年代的停滞性通膨这个大背景下面，那你就想嘛，大厂很不给力，那吉他爱好者要怎么样取得所谓的高品质的商品？对，这一点其实很有趣，就是说虽然大家没有钱了，但是愿意投资在吉他上面的人还是大有人在。毕竟电吉他这个东西真的太代表了当时的美国的那种氛围嘛，60年代、50年代，到了70年代，你看到了像 CBS， 到了 Norin， 其实他们都是有意为之的在 cost down 掉所谓的大厂，这样子反而会让有一些品牌他们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市场利基点。首先80年代最有名的当然就是 Kramer， 那 Gary Kramer 其实一开始是跟一位叫做 Travis Bean 的朋友算是合作，然后弄出了所谓的 Kramer Guitar。这个我有拍片，然后背后的历史也挺复杂的，但就还没有剪啊，可以期待一下。好，然后这边讲的太多了，其实主要就是讲到 Wyan Chaville 以及 Grover Jackson 等等的当时的 Hard Rock 4大神兽。对，那其实扯得有点太远，所以我们这边删掉。最有趣的人大概会是 David Schecter。他有趣的地方在哪？是他一开始其实他属于汽车领域的算工程师，他会去做一些零件，然后当然他也会自己生产所谓的生产工具，包含了制具，包含了模具，包含了好像有什么冷轧的机器，他都有。那最厉害的地方也在这，他在76年左右开始创业之后，他很快就是找几个朋友生产了一些还不错的零件，包含了改装件。最有名的莫过于是整个 Tele 后段双线圈的 Bridge， 那个其实最早的雏形就是 Schecter 搞出来的。然后接着他又颇有远见的找到了一个年轻的天才制琴师，叫做 Tom Anderson。有些人会说 Tom Anderson 师承 David Schecter， 但是我会认为他们是相辅相成，因为两个人的专业领域不一样。David Schecter 本身其实不太具备木作这一块的 know how， 那想当然 Tom Anderson 也不可能知道一个摇座要怎么嘎出来，所以这就是他们相辅相成。那也就是后面你看到了 Schecter 跟 Tom Anderson 好像都颇难分难解，都有互相的影子的一个原因。Tom Anderson 加入之后的没有几年，他们就开始大胆的想要去尝试制造整琴，因为毕竟有木作能力了嘛，然后我们的机台、我们的零件也受到了很多
外厂的喜爱。这个所谓的外厂，不只是 aftermarket， 就是消费者的改装市场，甚至是到了非常多同业会跟他们买零件，然后组装在琴上面的程度。那最有名的大概就是 Wyan Chaville， 其实他也拿过不少 Schecter 的零件来使用在他的产品上，所以他的位置就是 Schecter 的位置，其实一直是属于一个蛮特别的。然后他们是一个非常高单价的一个品牌，所以在很早的那个时间点，就大约在80年代的时候，他们说要制造吉他，很多在当时的大咖吉他手都非常的期待，然后甚至动用关系去弄到个一把。那里面最有名的2个人，就是一个叫做 Peter Thompson， 一个叫做 Mark Knopfler。那其中以 Peter Thompson 是最扯的，就是你现在看到 Schecter 的 Tele 型，他的名字都叫 PT， 他不是因为小岛秀夫的原因，他是因为 Peter Thompson。那因为他们2个其实并没有签约，然后 Schecter 不好意思用他的名字，或者说省钱。那 Peter Thompson 也觉得没关系，这个琴我也很喜欢，你用我的名字，it's okay。所以 PT 就代表了 Schecter 的双 Tele， 对，你甚至很少会看到 Schecter 会做单的 Tele， 也是因为 Peter Thompson 非常的喜欢他那一支后段双线圈的 Tele。好，然后后面呢，他们就开始投入了非常多的资金在做整琴，但因为产量真的太小，然后再加上单价真的很高，其实美国在70年代的中末期开始有经济复苏的状况，然后80年代又重回了一个经济的上行期，他们的产量太低，以至于没办法从中间赚到足够的利润，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没有多久，Schecter 就宣布我不玩了，我真的混不下去了。对，也就是说，当其他吉他厂，你看像 Kramer、像 Chaville、像 Jackson、像 Hammer 等等的牌子，在80年代开始大肆的赚钱，甚至有 Kramer 这种疯狂撒币的行为，Schecter 反而没落了。这个时候就有一组德州的商人，他们就看上了这个牌子跟他之前的好口碑。他就把它买下来，买下来之后，他们不知道在想什么，就坚持要把在加州的这个工厂移到他们的德州去。然后这个一来一回呢，你要知道，就是迁厂这件事情，就会像我们的 Heritage 一样，会有一批人就是不想动嘛。那你何况 Schecter 本身是一个非常小的工厂，那只要几个关键核心不动，基本上带过去的人就是没有什么用的，就是可能真的不是什么关键人物，因为照后来的资料是几乎你想得到的名字的人都没有。对 ，Schecter 的工厂里面很厉害的是有满满的后来很有名的制琴师或其他相关的人，这个你可以看文章。那简单讲，搬到德州去就什么都没有，然后重新盖一座工厂，然后当地招募新员工。那这个东西你要照原本的方法做，很难赚到钱，因为已经投资了这么多钱，然后搞了一个新工厂、新的产线，结果你的利润还是一样差，因为你的品质太高了嘛，你的成本太高了，除非你要卖到更夸张的地步。可是当时每场 Schecter 的定价已经在当年是很难想象的一个金额了，所以不可能再往上叠售价了，那只能降低成本。所以这个时候德州人呢，他想到的方法是他要找东亚的代工圈，最著名的不外乎就是日本的大量的 copy guitar 涌入美国，所以美国人见识到了日本人做吉他的威力。那里面最有名的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 Fender。那 Schecter 的这一群德州经营者呢，他们也跑去了日本找代工。那这个就是后话了。其实日本这条线其实一直都没有停，它还在，只是还没有醒来。日本这条线呢，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但是它前半段的故事并不如大家现在看到的日常 Schecter 这么的华丽美妙。其实它一开始出来的目的就没有要别的，他就是要做 Fender 的 copy。这件事情其实就会很有趣，就是 Fender 一直以来都没有告 Schecter， 是因为他们的产量太小了，小到我告你好像没有什么用，就是没有什么必要。而且我觉得消费者自然会去承认Schecter 做的跟 Fender 做的可能就不一样。我觉得当时 Fender 多少抱着这种心态，然后又加上 CBS 交接期，所以我觉得一直没有做提告 Schecter 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正常的。那德州人呢，他们可能有点误判了情势，他们选择的是找了日本的工厂，然后做了大量的 Fender 的 copy guitar， 那也就是我们知道的 Stratocaster、Telecaster， 然后据说还有少量的 Les Paul。那简单讲
Fender 坐不住了。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时候 FMIC 已经成立了，然后他们已经开始有足够的量能跟资源了，然后旁边还有人去找日本人代工我的卡比三小，所以想当然Schecter 进入了一个很黑暗的时期。这个黑暗的时期来自2个层面，一个对外 Fender 去告他们，就是有法律上的问题；第二个是他找了日本的代工厂，可是他并没有要求 quality。甚至他可能要求的是他想要降低成本。那本来消费者抱着满心的期待，我愿意掏足够的金额买一支 high quality 的吉他，结果你给了我一支，再加上当时的资讯传播方式，不外乎是靠店面，不外乎是靠消费者之间的口耳相传，不外乎就是大家摸到之后的实际体验。那想当然Schecter 这个牌子很快就败掉了。德州人成功的把它的成本降下来了，但也成功的把它的销量也降下来了。然后消费者对于Schecter就是没有任何的期待。那这件事情就要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的降临，他叫做许不雅。涩谷先生，我们这边用涩谷代称，我比较好发音。对，我知道我的问题。那讲到这位许不雅先生呢，我们这边叫许不雅桑。然后，其实他的一个特色是，他是真的喜欢这个产业。这样怎么讲？这像德州人去收购 Schecter， 他贪图的是他的品牌以及他的好口碑，他认为他们可以从中间赚到快钱，就是他只要降低成本、增加产量，钱就来了。这个反而就导致了刚刚前面讲到的结果。那这位许不雅他不是，他是一个实打实的从底层往上爬的，他是从吉他的制造产业的最末端一路爬到了最顶端的人。他最有名的2个 title 呢，一个叫做 ESP 的创办人，第二个叫做 MI 的拥有者。这2个看起来很不搭嘎的品牌会串联在一起，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许不雅桑。那很快速的讲过，就是他在80年代的中后段，他其实很大量的、很用力的在美国开始去寻找一些产业上面可以收购的品牌或者是合作的伙伴。这点以后有机会我们讲到 ESP 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再来细谈。对，因为 ESP 的历史还可以再扯到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品牌。好，那许不雅桑很快的就看上了Schecter 这个被弄坏的品牌。那许不雅桑接手之后呢，其实 Schecter 也迎来了蛮多变革的。首先最大条的就是他把 Schecter 又从德州移回了加州。对，因为加州本身的优势不仅仅是娱乐产业的核心，还有地理区位的优势，就是它不是在美国的中间或者是不靠海的地方。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聊。再来呢，是他把仿 Fender 这件事情就是成功的规避掉了，然后用上了 Tom Edison 的原创造型，也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日常 Schecter， 对，他们会用的那些造型。然后在零件的部分呢，他也积极的去找了日本跟美国的零件制造商，然后去做一个成本上面的调控，但是就是要有好的零件，然后也不要再自己做了，真的是太浪费时间等等的原因。那这个传统也一直维持到了现在的 Schecter USA， 或者是所谓的 Schecter 的 Custom Shop。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Schecter 的极简史。如果你对后半段还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文章，或者是可以期待一下我的下部影片，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上。那我们今天这一把呢，叫做 Schecter Traditional Wembley。看到这个造型，再加上前面的故事，你绝对知道了，这个一定是 Fender 的外形专利到期，他们才搞出来的。对，那我一直搞不懂的是名字后面那个 Wemble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应该去问一下原厂的。对，这找时间再问，因为网络上全部查不到这个资料。然后明明它有 Traditional， 也有 Traditional Wembley， 那我不知道，反正我们这支是 Wembley。那我们这一支的重点呢，我们先看一下外观跟传统的 Fender 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每场 Schecter 绝对都是一个小作坊出来的啦，这个是可以保证的，因为他们到现在规模也不大，他们反而是在韩国的那条线会动得比较积极，包含了像 Wild Audio 其实也是那条线做的嘛。那他美国这条线呢，其实沉寂了好一阵子，不能讲沉寂，就是会买 Schecter 每一场的人还是会买，但真的不是那种大众视野里面会马上想到Schecter 可以买每一场的那种程度。对，那其实前几年我有玩到一支 Nick Johnston 每一场的，真的是很惊艳。然后现在仔细回想起来，其实跟这支本身的差异，好像就是 Modern Fender 跟 Vintage Fender 的感觉。这支是Vintage Fender， 如果你硬要讲的话，但它的规格其实很多都不是 Vintage。
那我们先从最简单看到的 Master Volume、Master Tone， 然后5段，可是又配上了一个6点摇座，一个21格的设置。然后这个 Pickup 是他们 Custom Shop 叫做大赛，我也不知道它到底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但是声音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然后这支琴它是有裂纹的，就是虽然光有点太白，应该可以看到有裂纹。因为做的非常的雅致，属于我喜欢的那一种，我不太喜欢太外放的。那我们先看一下 Fretboard 的边缘。可以看到它的底部是偏方，可是顶端是圆的，这一点真的很用心。而且其实我刚刚有观察过了，就是它几乎每一颗 fret-end 都做到一样。嘿，然后再来 fretboard 的边缘呢，这个转角其实它是有用砂纸跑过的，可以看到它这边一个比较粗的反光，这是因为它是一个圆弧。对，整体做的非常的精致，真的是有所谓的 custom shop 的水准。然后 truss roll 是 modern 型的，在琴头调，而且它的开槽又深又明显，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好调啦。对，然后它这个分呢，你也不用担心它容易断头，因为它不是往后倾的，所以它刚好这边还是有个肉可以支撑它。对，然后 Schachter 的 logo tuner， 然后它这个 nut 也可以讲一下，你看它边缘它是亮亮的，做的非常的圆润。很漂亮，其实老实讲，真的是水准。这个是有水准的。Tuner， 这个 Tuner 跟 Bridge 其实我猜是沟头，待会我们可以拆开看一下。然后这支琴是2017年的，整个背后非常的传统 Fender 的感觉。然后到了这边又怪怪的咯，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很大的下潜。而且这个下潜它是属于，从这边开始就挖，有没有？然后它就可以做成这个角度，所以它到高把位的时候，这一块手掌靠的地方会比那个 Ultra 再更熟一点，因为 Ultra 这边切掉了嘛，可是它也不会让你觉得很凸啦，对，刚刚好。它这个感觉是很不错的，因为 Ultra 那样子呢，就是整个背后看起来没那么 vintage 吧，我想。然后可以看到它这块铁牌的序号是跟着琴头的，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用心。等于这块铁牌是后置的，不像 Fender 是一堆铁牌在那边随机抓一个上来，然后最后正数再填一样的就好了。整个外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整个旧化的质感。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拆它。好，我们准备把护板打开。你会期待它怎么挖呢？我猜啦，没意外是单，因为 Schachter 的个性。可是又想一想，觉得单双比较符合他们的生产利益。讲这句话的原因是这样子，因为 Fender 可以做到 Vintage 跟 Modern 的产线并存，因为他们的体量够大。那 Schachter 呢？我在想，如果他只做单一个版型。然后就是只否这个的话，其实有点有趣，因为其实他们的 traditional Wembley 其实还有单双跟双单双的版本，我就在想说会不会其实他挖的是一个通用槽，对，因为毕竟这个是他们唯一的产线，他们并不像 Fender 有好几个线嘛，所以我觉得会很有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那你也可以猜一下咯。好吧，单，首先是这个从孔，从这边往下拉，然后再看了一下这边应该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束带，它其实连走线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然后是用束带完成的。那电路的部分的话，就会让人想到 ESP 也是这样做。现在我看到第3个这样子做的品牌了，另外一个是 Kiso， 对，不过 Kiso 好像真的还是很看缘分。上一次我们那一只无头就真的不怎么样嘛，那这一只的话，它 Schachter 做的真的是帅，这个有它的难度在，然后也是代表他们蛮用心的。你光它这些折角走线，
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有心的。然后在这边整个贴地怎么走怎么调，它都是 OK。那可变电阻2颗，一个是16年8周，一个是16年21周，跟这个琴的序号对得上，没有修过。然后 Switch 是 CRL 的，对，整支其实会很喜欢。我作为一个 guitar nerd， 我会跟你讲说，我觉得 Schecter 的电路会让我觉得，哇，这个厂还不错嘛。虽然这个附带是有点得罪我啦，因为一般我会用 Fender 那个 Vintage 的胶带，但顺便讲一下哈，这种附带法有没有？有一个重点是千万不要绑太紧，因为有的线你会不知道你的拾音器的线到底能不能承受被你这么用力的破紧。整个电路室看一下，整体来讲就是非常的利落，非常的干净。然后可以看到序号从这边就定好了，序号是在原木的阶段就写上去的。对，它在木头的阶段，它就是挖好之后，它就已经先写好它的序号了，然后贴一张胶带，包含了它要 Olympic White， 然后序号。哇，这一点其实很厉害，代表是它从选料到挖完。他都已经认定好，就是这一块木头的，然后琴颈可能也是，所以还包含了那块铁牌，也代表他必须要先建档，他才能开始制作，就是产量小才有办法这样子玩啦。对，真的是名不虚传。好，我们准备打开 Jack， 它的 Jack 槽是挖现代型的，而且我帮你们看得出来，它这边有做一个额外的修边，对，它把它修成斜的喇叭口。它这个是一个斜面，然后再直的，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分层的挖法，一层一层下去的。那它一层的深度大约是0.75mm，然后它挖了超多层，因为这一杠大概都会挖到快4公分，对，它这边挖了3.8，属于蛮有心的啦。这个在 Heritage 我们也讲过嘛，就是大部分在手工挖这些东西的时候，会为了怕刀突然不利了或等等的因素，然后就会选择是轻轻的一层一层慢慢下去。那你看到像有一些大厂，他们的 Factory 2很喜欢拍他们的 CNC 多给力，然后一刀啊，那个木屑狂喷，那个其实就是算是一种火力展示，就是我的机台跟刀具有办法做到这种程度。对，那我们的 Heritage 跟 Schecter 现在看来，他们都是一层一层慢慢的往下挖下去。属于有心。好，然后拆个情景啊，弹簧室也要打开，弹簧室很容易看出一个批次到底有没有在用心做，而且我们顺便把摇座弄下来看一下会不会是狗头的。好，可以看它的铁牌是有带底座的，那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底座都会想到是比较廉价的琴才会用的，对，但其实Schecter 很早就在这样子用了，包含 Jackson 也有用过，而且是高阶的。然后其实这块会影响一点声音啦，但目的吗？我觉得它的目的就是怕你锁得太紧，有没有？然后整块铁牌直接嵌到木头里面，所以他用了这个底座盖这样子。然后准备琴颈哦，非常好，漆应该清得很干净。我以为这边有写字，结果这边看起来全部镜像文字，那我可以猜到了，应该是写在琴身上，然后直接盖起来。然后整个琴颈非常的漂亮，然后还有拓一点 Schecter 的印子在这边，这个应该都是在这边。然后序号写在琴颈这个地方，很干净的，真的很漂亮。边缘它都是有在修圆的，真的是漂亮，锐利。它该锐利的有锐利，该圆的它都有圆，超有水准。好，然后你期待什么样的画面呢？我猜会超漂亮，我会叫出来吧。哦，还好，不是还好，就是真的是正常应该要有的水准，好不好？这边可以看到它是分层挖下来的，然后整体的对接地都要焊在背面，这个才帅。而且这个爪子看起来就是沟头的料啊。好，我们现在看到 Pocky， 然后 Pocky 的部分呢，就是这边有一个崩掉，这个是收的时候就有看到的了。那这个跟它这个烤漆做的极限边缘有关。我觉得看到它这个烤漆的收尾之后，我就会觉得，我算放心，就是
它这个真的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可以看到它的烤漆的收边收到超级显，然后超漂亮，而且它并没有往下潜，就是它的烤漆很薄，所以它也没有肉让它就是所谓的防皲裂那种往后退一点的感觉，它并没有，它烤漆太薄了，然后整个干净程度会让我想到 Fender 脚 Pen， 所以美国人其实你看，只要真的是有在花时间在这一块，其实也是能做到这种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收尾的，真的是很屌。然后 Shutter 这个字样是雷雕，然后这刚刚讲的印上去的，包含了4月25号2017年双鱼座嘛，我有点忘了。这个崩就是烤漆太薄了，然后它应该是有一块，因为可以看到这边还是有细细的，这边还是有细细的崩掉一块，应该在边缘，然后装的时候有没有不小心摩擦到，这边有一点。然后他就把烤漆拉裂，因为它这种皲裂没意外都是很薄一层 natural， 然后硬化剂下的很多这样，但可以接受啦，而且整只型给人的质感是好的。那我们来拆摇座，好，非常好，这个摇座整个都没有任何的字，然后蛮重的，我们来量一下它多重，可以看到372公克，所以这个 body 现在呈现一个超轻的状态了。那我跟你讲，这只琴整琴大概就是3.3、3.4公斤。对，然后它在这边有一个点点，这个我猜是机器拿来定位用的吧。然后故意坐在这个地方，然后每个螺丝孔都有挖沙拉，就是包含摇座这个都有挖。整体来讲 ，body 真的没有什么好嫌的，我还蛮喜欢这一颗 body 的。好，这个 tuner 果然上面写了脚 pen， 没错，这个是勾头的，所以摇座很有可能这个质感，因为真的太像，这应该是勾头的那个仿旧系列的产品，对，所以听键的部分是勾头制品，然后最恶心的地方应该是它的每一个洞都有在额外在挖沙拉，连这个都有。沙拉就是指它是喇叭口，就是它不是一个直下，它是这样子，然后再下去的。好了，那 Shutter USA 或者说 Shutter Custom Shop 的影片就到这边。我其实还蛮乐意讲讲 Fender Gibson 以外的品牌的，只是说 Fender Gibson 的确实明显的知道它的流量有比较好，大家比较喜欢一点。但老实讲，如果你真的是一个 guitar nerd 的话，你会知道，就是这些所谓的中小型厂，其实他们有他们有趣的地方。像我们今天讲到了 Shutter 的前半段，那中间也扯到了一个叫 Tom Anderson 的男人，那还有后面还有韩国制跟日本制的 Shutter， 那韩国制的 Shutter 我已经准备好一把了，所以你们可以期待一下。因为毕竟像我很乐意讲 Kramer， 很乐意讲 Chaville， 很乐意讲其他品牌，可是像我 Kramer 那一部，它影片整个容量大到我的剪片碟没办法放，因为我那一天一共录了8个小时的素材，然后我是有病，我是双镜头，然后8小时，对。可是想一想，我可能还会把 Kramer 重新拍吧，因为我真的觉得落落长大家也不是这么想听。然后像 Shutter 我就决定了，我们就把它拆开。韩国的我们来一篇，日本的以后有机会再来一篇，因为日本的又比较容易产生误解，对，它蛮有趣的啦。那你只要知道，就是 Shutter in Japan 本身也是一个公司，然后它是找一个很有名的代工机构去做的，那大概这样子。好，那 Shutter USA Custom Shop 的影片可能就到这边了。如果你们有机会能有幸玩到 Shutter USA， 真的要去玩玩看，去感受一下。我不会说它绝对是那种一摸就会触电的琴，但是你如果细细品味，你会知道这个琴它会用心在一些it should be 或是 it's worthy 的点上。对，就是它没有那么喜花的外表，没有很华丽的木头，它的产品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可是你就会从它的细节里面感受到它用心的地方，那就给你们参考一下。这支琴就是待会翻翻新玩上个旋，我们就可以出货了。好啦，那我们这部影片到这边，如果喜欢的话，请分享给你朋友看。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